有鬼！接枪！跟我使暗器！走！急什么？你的文采不错，滕王阁序接着背啊，我还没听够呢。卢参军毫无疑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是你带来的帮手，我必取其狗命！左飞，躲起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我说了，你不要过来吧！卢参军，你有心事啊？我心里有事，你哪只眼睛看到的？这次熊刺史把您请回来，继续当司法参军，我哥俩都替您高兴。是啊，我俩都愿意跟着您干。我卢凌风在这天天下雨的南州，还有什么事可做？哦，我听明白了，您是嫌着南州爱下雨。其实也快了，再有半个月。什么？1个月？黄梅天嘛，还要1个月？这黄梅天最适合的就是喝酒、睡觉、做梦。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发霉了。要不一会儿找酒馆喝点酒去？哎，好呀，好呀。可见过此人？这是谁呀？是东郎。哦，对，就是他。他是何人？乞丐，打小在南州街上乞讨为生。可有偷窃前科？没有。东郎。快追呀！还真不是他偷的，那些宝贝被藏在隔墙之中，应该是修建文庙的人存放的。啊，对，那文庙修建的还挺气派。文庙是谁修建的？无名氏。啊，是这样的，
10年前啊，有人出了一大笔钱，在这南州城内的小石桥山的山脚下修建了一座文庙。但是出钱的人不愿意公开身份，所以大家都说是无名氏。听说是个老者，早已作古，没有后人。香火可望。建成之初还行，后来就没有什么人去了。哦，近3年有2个举子在那里读书备考，问过了，也都跟这些宝贝无关。这个东啊，虽未偷窃，但见财起意，想据为己有，也真是可恶。他还赖着黄梅天，说下雨没法上街乞讨，饿得天天做梦，梦里都是大富大贵，所以啊，他认为那些宝贝是他自己的，这不胡说吗？一杖子20，让他长长教训。啊。求洪圣人保佑，王夫君这次一定能考取功名。别念叨了，过来，喝几杯吧。我可不胜酒力。再说了，我要是喝醉了，如何回家？回什么家呀？回到家，你不还是一个人吗？放肆！他可是你的同窗，你就不怕他知道？怕什么？他去城东的书铺买书了。我算着时间，一时半会儿他还回不来。哎，傅书人，你手上有伞，怎么不给自己打上？就算不遮住字体，也要遮住怀里的书吧。莫非难道是幻觉？是你啊！你怎么在家呢？我不在家能去哪儿啊？刚才什么声音啊？喏，你不在家，我睡觉时就把它放在床上，万一进来贼，我就把它踢下去，可以把贼吓跑。我刚才听见动静，还以谁想到是你这个贼？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鬼鬼祟祟的。我刚回来。还知道回来啊？你干脆一直住在文庙算了，省得明年考不中又赖我。娘子，你别生气啊，我这不是回来看你了。你还知道家里有个娘子在等你啊？今晚我在家陪你便是。娘子，你这个下午当真没有出去啊？这下了整日的雨，怎么出去啊？我一直都待在家睡觉呢，就是好像做噩梦啊。回头我给娘子买一把桃木剑，挂在床头，看哪个小鬼还敢惊扰娘子。夫君你真好，不过既不是小鬼，
也不是夜叉，是梦见被一个无聊之人拿一堆书砸了头。拿书砸了头？是啊，我就是做梦去给你送衣服，可你没在庙里，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，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。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了头，到现在还觉得疼。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，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。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了头，到现在还觉得疼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不是说你下午没出去吗？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？我都说了是做梦，做梦，懂吗？哦，对，做梦。你方才说了，我走神了。做梦。这雨下的，让人心神恍惚啊！怪什么雨？你就是心不在焉，根本就没听我讲。好多日子不回家，好不容易回来了又这样。你说，你外面是不是有相好的了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在文庙读书，整日跟刘有球在一起，不信你问他。刘有球，这些日子你跟他在一块儿，感觉如何？还好。哎，娘子，你刚才还梦到什么了？我还梦见……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还没吃饭吧？没意思，不想吃。你要饿了自己做。你连饭都不愿意给我做了，是不是有相好的了？你说什么？都给我下书！你每日待在那文庙看你那破书，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守活寡，你还好意思说我守活寡？所以你耐不住寂寞了啊！我刚一搬到文庙去住，你就把老仆人都遣散了，你就是怕有人看着你，白你头婚，是不是？你无耻！你混蛋！你混蛋！你混蛋！你给我滚！给我滚回你的文庙去找你的刘有球！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我不管了！静恒，静恒，静恒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咱不闹了，咱不闹了，不闹了，好不好？闹！你总觉得我在闹，你休了我吧！休了你，你就想，你下午到底有没有出去？你什么意思？我问你，下午到底有没有出去？我下午是出去了一趟，我是想去文庙找你，但见雨大，又觉得自己傻，又怕你看到我生气，就回来了。真的？真的。
你看着我干什么？做噩梦了。你刚刚在掐谁啊？到底干了什么？剑，你说谁？说话还是静红？我说的我自己，就喜欢别人家的娘子。你刚又梦到什么了？你必须告诉我。凭什么？因为你喊了我的名字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做了什么梦？不是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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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梦！死者刘有求，本州人，世家子弟，其人未娶，家中有老父，希望他走仕途之路，于是将他送到文庙，让他安心读书，考取功名。他是什么时候住到这里的？啊，今年3月初，当时举人独孤侠书已在此幽居3年，苦读备考。上次发现金银财宝的那个乞丐，是不是也住这里？对，卢参军记性真好，他就住在祠堂旁边的柴房里。带路。好，我也去。我没偷啊！我那些金银财宝都是在这儿找到的，是我捡到的。我最近老做梦，梦见有小鬼抱着我的腿，我怎么踹都踹不开，结果把这墙给踹塌了，就踹了这么个洞出来。东郎，你可认识刘有求？啊，我认识。他对你怎么样？不好，每回那剩饭剩菜都不肯赏给我，还让那吉祥撵我走，说总能闻到我身上的酸臭味。我住这儿，他住那儿，中间隔了个院子，他什么鼻子呀？故而你恨他？恨，我恨不得一刀砍死他！哎呦！他不是凶手，应该根本不知道刘有求已经遇害。你们俩别吓他，好好问问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。陆参军，这乞丐狡诈，你们被他骗了，错过了凶犯呀！别说杀人了，他恐怕爬都爬不出这间柴房。问问他吉祥是谁？尸体就是他最先发现的。小的吉祥，见过上官。何时发现的尸体？昨晚有处时刻。有时？
可曾记错？不会，每日有时来临，我便做好饭菜，准时给二位举人送来，风雨不变。但昨日傍晚，我送饭时东堂无人，便喊叫他们。二位举人，饭菜已做得，可回东堂就食。二位举人，昨日独孤侠叔一直没在庙里吗？中午吃饭时还在。他说午后要到东城函谷书铺买书。那这个独孤侠叔家里都有些什么人？他家有娘子，无儿女。那娘子偶尔到庙中送些换洗的衣服。接着往下说呀。没了。没了。我儿啊！主人，主人啊！主人，我儿在哪儿？主人在哪儿？公子，我的儿啊！你怎么先为我而去啊？老人家请起来，您先起来啊！您先起。我儿寄居你庙读书，如今被害，你还我儿性命！你还我儿性命！我的儿啊！你还我儿性命！我的儿啊！我去寻那独孤侠叔。独孤侠叔，在。行色匆匆，意欲何往啊？你是何人？为什么拦我？南州代司法参军卢林峰。司法参军？找我做什么？我问你去哪儿？我去长安备考，怎么了？听说你幽居文庙苦读3年，为何今日突然离开南州去长安备考？你虽是官差，但你这种问题，我无需回答你。你要干什么？刘有求死了。还请上官一定要缉拿凶手，为我同窗报仇啊！早不去长安备考，晚不去长安备考，偏偏在刘有求被杀后走人。独孤侠叔，这也太巧了吧！我曾2次落榜，故而在南州苦读3年，现如今胸有成竹，所以不惜跋山涉水，想要早早的赶去长安，准备来年春天的考试。这才……我问你，昨日午后到酉初，你在哪儿？因为原打算今日即去长安，所以昨日午后我就去城东的函谷书院，又买了些书卷。长安路遥，也好在路上温习。去了多久？何时返回的文庙？书铺离文庙不近，路上费了许多时间。我买完书之后，本欲回文庙和刘有求告个别，但又想到刘有求并不赞成我去京城，故而思前想后，便中途折返，直接回了家。独孤举人，你妻去哪儿了？去长安备考，最快也得明年春夏回返。故而我妻青红，今早回了贺县娘家。明年我若考中，便去把她接回来；但若考不中，
我也没脸再去接他了。南州道。南州到贺县都是山路，远且险。你妻回娘家，你都不送送？青红泼辣，每次回娘家，都是带着面衣就上路了，都是自己走。为了考取功名，你常年住在庙里，妻回娘家也不送。这青红在你心中也无足轻重啊！我心思都在读书，所以……你刚才说刘有求是反对你到长安备考的，你二人可因此产生过矛盾？是有过争吵，不过那都是几日前的事了。最近2日，他不理我，我也没有理他。那昨日呢？你在离开文庙之前，可曾跟他有过争执？昨日的事我想不起来了。什么？昨日的事都忘了？你不要仗着自己是举人，别在上官面前信我胡说。最近阴雨连绵，弄得人心神恍惚。我再想想。昨日好像并无争执。好像。昨日肯定没有争执。刘秋他不是我杀的，我一见书上平素里见了杀妻的都督，怎么可能亲手杀人呢？这两者之间并无关系。很多杀人凶犯平日里都是胆小如鼠，但在特定的情境里就会心狠手辣。我没有说刘有求就是你杀的，刚才也只是例行讯问而已。罗参军，我看可以放他走了。苏司马，不能放他走啊！在这里，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啊？走吧。不过，在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你不能离开南州。不管出于任何动机，你若敢逃，就立刻拿你。明白。苏司马，此人巧舌，嫌疑最大，怎么能让他走了呢？那依你之见呢？当动大刑。上中下3策，动刑可谓是下策。可有些人就是皮肉贱，你不动刑，他是不会招的。苏司马放他走，是为了对查清此案更有好处。老谢，上次我让你盯欧阳全，你盯得不错，去吧。这次是独孤举人，切莫让他发现了。哦，明白了，感情苏司马跟卢参军早就心有灵犀，就我一个含糊。去吧。是。放走他虽是妙招，但此人目光闪烁，心里肯定有鬼。你观察得很细致，正因如此，才需欲擒故纵。我这就去贺县，将那个唤作青红的人接回来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行了，我们就别相互奉承了。我只不过是读懂了苏司马的内心而已。我妹妹，她没有回来啊！我妹妹她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那个独孤家叔，他就是个混蛋，每次都让我妹妹自己回来。从南州城到贺县，那山路有多凶险，他怎么就放得了心呢？这次我妹妹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绝饶不了她。
在贺县，他只有你一处亲戚。我们兄妹自幼父母双亡，是我把她拉扯大的呀。本以为她嫁给了一个读书人，我就可以放心了，谁知那个姓独孤的这样对我的妹妹。刚才你说山路凶险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当差的不知道吗？陆参军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山路凶险，怎么回事？这条路上有山贼，穿街女子，人了后抛尸荒野，最多的时候一天作案10几起。怎么不早说？山路归贺县所辖，我们虽说是州里的，但也不好直接缉凶啊。岂有此理！怎么样啊？不行不行，根本不像，换上罗裙来练。是。薛环扮成女子，就算穿上裙子，也很容易被认出来。小姐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我刚才都听到了，卢参军既然想用女子引出山贼，有我在，又何必难为薛环？那不行，怎么能让你冒这个风险？卢参军若是不放心，可以让我和薛环假扮成姐妹，这样薛环既可以保护我，又可以不让山贼生疑，如何？如此，独孤娘子定能找到。师傅，有您暗中保护，我们不会有危险的。乔家大哥，啊！借问到贺县还有多远啊？要紧走，不然的话，天黑前可到不了。多谢。啊，走吧。新鲜的蜂蜜，卖蜂蜜喽！大哥，啊，您这蜂蜜怎么卖啊？10钱一罐，要不要？要啊。哎呀，好嘞好嘞。哎呦，我忘带罐子了，要不劳驾你们跟我走一段？拐过这个弯就是我家，我让我那婆娘给你装2罐最好的蜜。好啊。好。没事的，小妹，你看天色尚早，等我们买完蜜之后，走快点就能回到贺县了。哎，对，很近，很近。我们走吧。走吧。他挑的根本就不是蜂蜜，我也早就闻到了酒香。不是说很近吗？怎么还没有到啊？我们着急回贺县，要不算了，蜂蜜我们不买了。进去，进去，快点！一下子2个姑娘，谁敢去啊？对呀！哎，走走走，找大哥喝酒去。来人，快放我们出去！独孤娘子何在？独孤举人的娘子唤作青红的何在？大哥好像不开心啊，我去弄2个美人陪你喝。我就要先抓来那俩姑娘。您放心，我看出来了。大哥有眼光，来，快！
出来，走。哎呦呵，怎么会有男的？小兔崽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来人呐！有个男的要带他们跑，快来！好家伙！师傅，给我把兵器杀贼！护住你家小姐，看为师教你使枪。来了，审得怎么样？为首那个使斧子的，曾是叛军之将。朝廷平叛之际，他侥幸逃脱，南来多年，一直盘踞在南州到贺县之间的山上。那地方贺县所辖，县尉失位，县令无为，以致令这伙贼人猖狂至极。但独孤侠叔的妻子，并不是他们挟持的。是啊，也许那个独孤举人，从一开始就撒了谎。陆参军，怎么样？除了卖书就是喝酒，这生活的是百无聊赖。一般喝到什么时候？估计还得喝上1个时辰。我恨不得把那壶酒都灌进他肚子里去，我都替他着急。哎呀！深夜翻窗闯入私宅，还敢问我是谁？想走，走得了吗？我乃本州司法参军，你这盗贼竟执意对抗，若再不束手就擒，捉你后定当立即枭首。上官，请听我细说。讲。
卢凌风啊，卢凌风，你虽然只是被这暗器蹭破点皮，可贼人他抹过毒了呀。若不是我废技师用与之相克的草药给你敷上，你这条小命早就没了。真的假的？老裴，你是不是想让我亏欠于你啊？嘿，你要不信，你问薛环呢？是啊，师傅，我和黄斑头找到您的时候，您脖子上一大片黑啊！你看，还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。你看，废技师说，若再晚半个时辰，命都没了。你看，简直是危言耸听。哎，你说，我已经欠你一辈子的机了，你如此煞费苦心，还有何企图？也是啊。所以，就算你又救了我，我也不会再谢你的。你就是怕我死了，没人管你鸡吃了。你这个人，你记住了啊！你这一次可比长安中箭还要悬得多。此人用毒非常刁钻，你可得多加小心呐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可，倒水，倒水。陆凌风是不是醒了？啊，这怎么？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？别盖了，之前我给你治伤的时候，就是喜君小姐帮你脱的衣服。什么？啊，师傅，您已经昏过去10个时辰了。我家小姐之前一直守在您身旁，我看她实在太困了，所以才过来让她休息一会儿，替她的。岂有此理！你是我徒弟，你不守在床前照顾，怎么让你家小姐操了？啊！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中郎将到了南州以后，变得风趣了许多啊？何来风趣？我只不过是苦中作乐而已，还号称心怀天下，差一点就死在这偏蛮之地。徐欢之前教训我教训得好，我连这个南州的代司法参军都做不好，还心怀社稷。中郎将能发出这番感慨，可喜可贺呀！你少嘲笑我！嘲笑？我是奉了刺史之命来探望你的伤情的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死不了。你可以跟刺史说，救他活命的是我，可以在望宾楼摆上一桌，好好谢谢我。这种小事儿还需要刺史？我的俸禄也请得起啊！平时那么小气，今儿怎么这么大方？我也饿了，能否给我带一份老少香鞋回来？哎呀，饿了好，饿了好。鸡汤不行啊，太油腻了，米汤最好。我去做。哎，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，光要米汤还不够。好，听您的。到底怎么回事？
吉祥何在？吉祥，外面一直在下雨，我还以为你不会出去啊。苏司马，原来是您啊！哎，吉祥见过苏司马。哦，后山草木茂盛，总有山鸡出没。雨天它们不好飞，又赶上闲暇无事，我便打了2只回来。只可惜，不能炖给那2位举子吃了。我给您倒茶。我还真渴。苏司马请。我的茶太差了，苏司马别见笑。中原人很少喝茶，这对我来说就算好茶了。你也爱看书？哦，很多都是2位举子放到这里的，有时候闲着无事，我也翻阅几下，打发光阴。这是个好习惯，我最欣赏爱书之人。多谢司马赞赏，我这也是近朱者赤。若无2位举子在此苦读备考，我又哪有机会被书香所染？吉祥，斗胆问一句。杀害刘举子的凶手可否拿到？还没有，我此番前来也正为此事。这雨下的呀，确实容易让人记忆恍惚。我来是想问问你，还有没有什么线索？上次你忘了说了。上次我就见你欲言又止的样子。没，应该是没有线索了，我都已经说了。吉祥，命案非同小可，你应如实禀告。2位举子对我有恩，我要是背后说人坏话，那岂不是枉受夫子荫护了？早日查清此案，才是对死者最大的慰藉。好吧，那我就都说了。说，其实独孤侠书曾扬言要杀了刘有求。这是何时的事儿？应该是10天前。东郎也听到过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说，为什么？刘有求，你竟然必须跟我说清楚，到底想怎么样？东郎，你干什么呢？快说！刘有求，你疯了吗？我疯了，那也是你逼的。刘有求，我要杀了你！好，来，对我下手！你赶紧动手！我刘有求能死在你手上，总比被我爹打死强。来啊，拿着，来啊！怎么，不杀了？我还以为你真的对我下得了手呢。反正我对你下不了手。可知是何原因呢？好像是独孤举子怀疑刘有求勾引他妻子。青红经常来这里吗？每隔10日左右来一次吧。独孤侠书的怀疑可有证据？好
好像是有一次青红来，正好赶上独孤举子出去了。是有这么回事，我亲眼所见，话我也听见了。哎，你的伤好的怎么样了？将能站起来，可走2步还是疼。我的门客精通医术，我朝他讨了药，你敷在伤处，好的能快一些。多谢上官，多谢上官。我就说这独孤侠术有问题，早就应该把他给收了。卢参军，苏司马，独孤侠说要跑。什么？昨晚他在阁楼喝了一夜的酒，今天早上不往家走，摇摇晃晃要出城，我只好现身呵斥，结果他撒腿就跑，硬要往外闯。然后呢？我只好把他保回来了。谢班长，先把他押进去。是。二位是州里的捕贼官吗？老人家，有何事啊？你们找到青红的尸体没有啊？尸体？你说什么？青红死了？那日他是有事整回来的，晚上就把媳妇儿给宰了。老人家，您记性真好，酉时整都记得。记得，酉时一到啊，那紫霞楼的灯笼就亮了，这是过不了的。那你看见他杀人了？没有。不过我听见呢，他夜半磨刀了。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，我虽然这耳朵背呀，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的听见他在磨刀了。据我所知，青红是回娘家了。不可能，她嫁给独孤侠术这些年呐，是回过娘家，但最多回去1-2天，这都多久不见人了？哎，多好的娘子啊，可惜喽。磨刀？而且青红在贺县的哥哥没有看见他的妹妹回去。不能吧？陆一山哪了？你居然敢骗我！说，青红是死是活？另外，我发现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好像一时气恼，掐了他的脖子。结果呢？结果没想到，这些年确实对他疏于照顾，故而心生愧疚，所以就去厨房给他做了碗馄饨。哦，我想起了，我一定是发现刀钝了，剁不动肉馅，所以就又磨了磨。你是剁肉馅还是青红？独孤侠说你心怀鬼胎，装疯卖傻，我看你是想让我动刑啊！我真的不记得我杀了青红，我就记得我没有就重归于好了。重归于好了？是啊。那之前为何不好？我难以启齿。可是怀疑青红和刘有求。司马如何得知？你也曾扬言要杀了刘有求。是有此事，不过我没杀。我想回来先审青红，审清楚了再说。后来青红就生气了，还打了我。夫妻之间打打闹闹也属于正常。再后来，他说他饿了，我就去厨房给他做了碗馄饨，做的可香了。他吃了没有？
吃了没有？青红，你猜我给你做了什么了？你最爱吃的。青红，我想起来了，他不见了，我里外找了一遍都没找到。我就想，他一定是跟我生气，就回贺县娘家了，所以我说过，他是一早走的。我是这么想的，青红，他不会夜里走山路，更何况下着雨，他准是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，等到天一亮，他再回的娘家。你读书不是为了考取功名，而是为了巧舌扯谎的吧？等会儿，司马刚刚说青红没回娘家，他不会真是夜里走了山路，被山贼给劫走了吧？现在才想起关心青红的安危，略晚了点吧？独孤侠叔，你真不打算把真相说出来吗？我真的没有杀青红。我看这雨下的，让你脑子都发霉了。你好好给我想想，到底有没有行凶？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。我也正要再好好勘察一番。不必了，我已经都勘察过了，只是上次没有挪开这口缸。挪缸干什么？你不是跟我说那个蒙面人跳窗进来，直接就奔这口缸吗？我跟你一样，也以为这缸里藏了什么东西。可是，刚才我突然想到，也许他打开缸盖，并不是因为这里面有什么，而是为了方便他挪开这口缸。我怎么没想到这个？哎，你的伤刚好，何须费力？独孤侠叔，进来。走。你把这口缸挪开。我吗？这还有别人吗？他们两个怎么看也比我有力气，简直就是个废物。我来了。本官命令你把缸挪开。挪就挪。挪。走。把锄头拿来。是。司马。拿着。干嘛？我让你拿着。刨土，看看下面埋了什么。好，我刨。区司马，待我金榜题名之时，你等着。好，我等着。原来被青红藏在这儿。这是你的？连长安的官员都很少有银锭，哪儿来的？这是我祖传的。
苏司马，你可当个见证，这是我的营地，现在被他拿在手里。银锭已经挖出来了，你还在刨什么？还有6块呢。6块？是，我父亲独孤，你们一听就知道，我祖上是从北方南下定居于此的。我先祖是官员，虽说后来家道破落，但是我成亲之时，还是得到了祖上留下来的7块营地。但我母亲怕我败家，不肯给我，直接交由了青红保管，还嘱咐他说，唯有我考取功名的时候方能动用。后来母亲走后，我一直问青红，他到底藏在哪儿啊？他就是不肯告诉我，原来是被藏在这儿了。我的营地呢？还有6块，莫不是家里进了贼，被盗走了？只给我留下1块，这可是我祖传的营地啊！我祖传的营地，我的营地，我的营地，营地呢？看来这蒙面人知道这里有营地。还6块，蛛丝马路探去，后山土地庙。这里啊，叫小石桥山，翻过这山丘，那头就是文庙，当地人通常称这里为后山。哎，就这儿。你怎么会在这？神官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我没有杀人，用了上官给的药，才2个时辰，我就觉得屁股没那么疼了，可以走路了，就想着来拜拜土地爷神仙。我最近太倒霉了，好不容易发了横财，结果却带来了横祸呀！土地爷，求您保佑我再发一次横财，还能不被发现，平平安安的，我就给您重塑金身。我想上次从文庙柴房的墙洞里就掏出金银珠宝，这次土地爷的身子里肯定又是一笔横财呀！我想把尸体拽出来，可又怕，又怕土地爷不高兴。拿锤子来，把它砸了。啊？砸？要不把尸体拽出来行吧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从里往外砸，小心一点，千万别破坏了尸体。是。独孤家的娘子，把独孤侠叔押来认尸。是。志豪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但是你到底是磨刀剁肉，还是杀人？想死了吗？志豪，我有求同床共读。你妻子青红见我到文庙给你送换血衣服，趁你不在，二人勾搭成奸，最终被你发现。那日大雨，你说去书铺买书，实际上是潜回家中将青红杀死，然后拖至后山藏入这彩素中，却称其独自回贺县娘家，是想造成山路遇险的假象。你所谓的长安备考，就是负命潜逃。这是我害羞。
你的时候，你得多疼啊！秦红少年，我不是人啊！秦红，我不是啊！秦红，我不是人。我想起来了，刘九一定也是我杀的。我是杀了秦红，又杀了刘有秋。他们都该死！他们都该死！他们都该死！多好的娘子，给宰了！谁家又在磨刀啊？秦红，你猜我给你做什么了？你最爱吃的。秦红，是我不好，这些年冷落你了，还以为一切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就在身边，我都不知道疼爱。我也不好，我脾气大，总对你发火。哪有啊，娘子温婉，倒是我这坏脾气。行了，别说了。娘子，你怎么还哭啊？我比你年长，娘走的时候托我好好照顾你，我没有做到。哪有的事，咱不哭了啊！你答应我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，以后你别住文庙了，我也一心守着你。哎，我听你的，搬回来住。不，我希望你直接到长安备考。长安？你在那儿可以结识很多的人，说不定还能得到主考官员的赏识。自从上次落榜，你又苦读3年，我相信你明年一定可以高中。我听说
长安有个大雁塔，中了进士的都能在那里镌刻姓名而流芳百世。大雁塔留名，我想将来有一日带着儿孙去看你的大名。儿孙？是啊，我已嫁进独孤家多年，娘走的时候嘱咐你的事情，你忘了？当然没忘。可我不是一直在读书吗？你个书呆子，读书重要，儿孙的事情也重要。要不我陪你同去长安吧？你若是能高中，我们也就不用回来了。你要是答应，我就把祖传的银锭都带上。那赶紧好。我们重归于好了。我没杀人，没杀人。不对，我杀了人。我不仅杀了青红，我还杀了刘若秋。苏无名，从土地庙验尸回来，你就一言不发，怎么？我得罪你了？别这么说话呀，折煞苏某了。你怎么突然客气上了？我若是哪里做的不对，你当面指出便是，不用这么阴阳怪气的。不敢。苏明，苏司马，你不会是因为我直接指出独孤侠叔是凶手，你不舒服了吧？谁说凶手是独孤了？他已经招供了，我们并未动刑，绝无屈打成招。虽还有一些疑点，但凶犯自己的口供总不会完全是假的吧？独孤的供词不能作数。为什么？一，他精神恍惚，证词前后矛盾；二，凡杀人行凶者身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戾气，而此人身上一点都没有。三，独孤身子很弱，今日挪冈刨土，气喘吁吁，大汗淋漓，几近虚脱。他能轻易地将青红的尸体运到后山的土地庙吗？你说这三条，难以令人信服。第一，他是因为杀了人才身心恍惚的；第二，所谓行凶者必有戾气，无外乎是你自己的经验，但在我看来，每个凶犯都有自己的特点；第三，独孤侠叔自己没有戾气，他就不能找帮手吗？那日那个黑衣蒙面人，也许就是他的帮凶。陆凌风啊，陆凌风，你能如此冷静地分析案情，无心甚慰。少来这套！我觉得应该急审独孤侠叔，让他供出帮凶。杀死青红的并不是那把菜刀。今日我验尸时，青红颈上的刀伤确实可以致命，但若是生前被刀伤致死，刀口的皮肉必会紧卷，周遭会有出血的斑痕，而青红之伤恰恰相反。验尸的时候你怎么没说？更重要的是，我还在青红的后脖梗处发现了不易察觉的针孔，周遭呈黑紫色，是中毒之状。若不出我所料，那才是他致死的原因。针孔？不会是……那夜潜入独孤家的蒙面人居然知道
银锭所藏的位置，它极有可能跟青红有着密切的关系，而且他使用的暗器正是毒针。当然，也不能彻底排除独孤的嫌疑。他即便没有杀青红，也不意味着他没有杀刘有求。至于暗器毒针，我已查过南州历年凶案的卷宗，可上面都没有记载，我便向附近各州请求协查，不日将会有结果。陆林峰，受教了。对了，在长安之时，我有几本破旧的杂书借给了你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可惜我还没有来得及细读，便被逐出京城，那些书也就落下了。这不怪你，我刚才的那一番分析和验尸的技巧，那书上都多多少少有些记录。若有机会再回长安，我希望你把书找到，好好阅读，对你会大有益处。那此案现在怎么办？在没有新的线索之前，只能从独孤下手。我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他似乎把现实和梦境混淆了。哎，我说，你到底睡不睡啊？怕你在地上睡不着，专门给你弄了张床。可这都好几天了，一直坐到大天亮。你不睡，我就怕你想法子寻死，我也不敢闭眼睛。哎呦，我一闭上眼就做噩梦。哎呀，这噩梦不噩梦啊？你都是将死之人了，没什么区别。哎，陆参军，人都是我杀的，砍了我脑袋吧！我不想再做噩梦了，别再叫我混说嘴了。我不想再做噩梦了，别再叫我混说嘴。独孤侠叔竟睡了12个时辰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独孤侠叔醒后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，更不会承认是他杀了妻子和刘有求。司马妙算，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。弟兄，我准备好了。到了南州狱，你要耐心地倾听独孤讲述梦中或现实中的经历，将其画在纸上，进而帮助他回忆哪些是梦境，哪些又是现实。明白。黄馒头，你给带个路。是。行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冤枉的，想为自己洗清罪名的话，就需毫无保留地说出真相，明白吗？你怎么是个女的？这多不方便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就不要介意我女子的身份了。我乃苏司马义妹，你可知道我义兄是狄公弟子？狄仁杰的徒弟。对呀，狄公之名天下传颂，就是因为他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苏司马受狄公真传，你应该相信他。这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细君啊，你的这些画中
这一幅最为怪异。这个是刘有球和青红在独孤家幽会，这个是独孤侠书找刘有球理论，而这个是青红要挟刘有球带他远走高飞，不然就把两人的奸情捅给独孤侠书。最后一幅是刘有球恼羞成怒，举菜刀杀了青红。这是他的梦境？不，独孤侠书说这些不是在梦中，也不是真的，只是这些画面不知为什么总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，我便画了下来。杀害青红的是刘有球，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设。老费治好了他的妄梦，现在又出现了幻觉。这独孤侠书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？哎呀，南州的雨下的本来就容易让人神志不清，出现幻觉也不奇怪。哎，你们两个来了这么久，有没有出现过幻觉啊？我幻游过石桥山。哦，我幻想回到了长安。义兄，我的这些话是不是对破案没有任何作用？不，很有用。你的这些话证实了机师的推断，独孤侠书的精神状态一定有问题，而起因恐怕是他被人暗算了。青红是刘有球杀的，可刘有球已经死了。我这么说，您是不是会怀疑我，把一切都推给了死人？根据现有的线索及时间上的推断，刘有球杀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不，一定是他杀的。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，但只要我说出来，你一定不会质疑的。怎么，你还有隐情？那个画师是个女子，我实在没好意思说出口。你连青红和刘有球私通都说了，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？我实在说不出口。来人，大刑伺候。苏司马，我在独孤侠书身上明白了一件事情：有些人只知刑法，对于这些人，下策实为上策。好吧，陆参军，那他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好，我说，一切都要从2个月前青红到文庙给我送换洗衣服说起。是你啊？你怎么知道我？我算准嫂夫人今日会来，特意来接的。他呢？买蜡烛去了。那我在这里等他回来吧。哎，那可不行，要是把嫂夫人交病了，那买蜡烛的人岂不是要怪我的？哎，快走吧，为嫂夫人撑伞啊，是小弟的荣幸。走吧，啊，谢谢。台阶啊！哎，嫂夫人，快入东堂休息吧。哦，我还是在院里等他回来再进屋吧。别啊，嫂夫人，东堂有炭火，会暖和些。您要是把身子给冻坏了，那就是我的罪责。来，走吧，啊，走。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当时很害怕。怕什么？我怕，如果追着去东堂后，会看到不堪的情景。那你去看了吗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还是会去看的。是啊，我去看了，那都是因为姬商他懂规矩，回避了，要不然我也没办法跟过去看。嫂夫人，没有被淋湿吧？没有。哎呀，你淋湿了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我帮你擦擦吧。那就多谢嫂夫人了。好香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青红好香啊！都怪那该死的雨！这跟雨又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若不是下雨，青红就不会被罩在树下，李有求也不会有机可乘。你怎么不愿伞？不愿那卖伞的、造伞的？我愿啊！所以自那以后，我只要见到卖伞的，我就全买下来，然后一把一把全给踩折了。那以后呢？又发生了什么？后来，我发现青红给我往文庙送衣服的次数变得多了起来，直到不久前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什么叫我怎么又来了？我还不能来看看你了？你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还是金屋藏娇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不是刚给我送完换洗的衣服吗？那我就不能再来了。我倒要看看你整日在这儿都做什么。哎，嫂夫人，刘有求，你把他扣在这儿什么意思啊？嫂夫人误会了，我俩这不是在文庙苦读，为了考取功名吗？得了吧，只见虚度了光阴，耽误了春秋。何为虚度？我怎么就耽误了？是我两试未中，但俗话说，30老明经，50少进士。那进士科，朝廷每年就取那20-30人，我就算是50岁中了，那都算年轻的。50岁，你还打算跟他在这里苦读到50啊？哎，嫂夫人，你俩别吵，我去给你们泡茶啊！别吵。后来，我喝了刘有求泡的茶，便昏昏睡过去，一睡便睡2个时辰。等我醒来，青红早已经回家了，我就纳闷了，我当时正在气头上，怎么可能睡着呢？喝了茶？对，茶。我怀疑刘有求在茶里给我下了药，然后他给青红。那你又是怎么做的呢？我几日后，我找刘有求帮我一个忙。刘有求，啊，我的《昭明文选》第1卷在不在你那儿？我没有啊。哦。没有，难道上次回家忘在家里了？我还得回去取一趟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这吉祥也真是的，非得打什么山鸡给咱们吃，肯定没弄干净。不要紧吧？没事没事，歇会儿就好了。哎，
要不麻烦你跑一趟，回去把文选第一卷帮我拿回来，好不好？你是故意试探？是，我一定要确定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奸情。那刘有求一开始还假意为难，可很快就答应了。你如此试探，就算原本没有什么，在相应的情景下，岂不也有了？我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甚至我心里还有一种隐隐的期待。期待什么？期待他们真有事。独孤侠书，我看你就是疯了。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他，所以宁愿他先负我，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些。你，然后呢？这里没有文选的第一卷啊，他到底丢在哪儿了？哎呀，我看呀，是这雨下的太久了，把他的脑袋都给淋湿了吧？不是他脑袋淋湿了，是被我当柴火烧了。这文选里可都是精华呀，一卷文选可抵万斤柴禾。这火苗确实不小。你是说灶台的火苗，还是青红的火苗？刘有求，你放肆！雨下的这么大，就算我胆子再小，也想放肆了。我虽然没有一石头砸下去，但刘有求回到文庙以后，我治了他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说啊，为什么？刘有求，你今日必须给我说清楚！你疯了吗？是，我疯了，那也是你逼的。刘有求，我杀了你！虽然我没有动手，但刘有求还是吓坏了。他最近就去找青红，我知道他一定是想劝青红跟他私奔。可那女人，她毕竟跟我夫妻一场，定是没有答应他，便被他给杀了。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没错，是这样的。刘有求把青红给杀了，刘有求把青红给杀了。我头好疼，我的头好疼，我的头好疼！怎么了？我的头好疼，头好疼！我说你们两个不要再问了。虽说他觉是睡足了，那也不能太紧张啊。独孤侠说，闭目养神片刻，想吃点什么？热米汤最好啊！我让他们弄，快弄去啊！这独孤侠书所言，真伪难辨。欲辨真伪，只能麻烦卢参军再跑一趟了。明白。吉祥兄弟可在？偷鸡？我饿了，实在想吃，跟着吉祥打山鸡不就行了？何必偷偷摸摸的？他每次都不肯带我。那你就偷偷跟着他，看看他是怎么抓山鸡的，自己学自己打，何必求人呢？嗯？挺大个人，四肢健全，却以乞讨为生，你好意思吗？再让我看到你偷东西，我必多打你几板子！不，下去！
吉祥见过上官。吉祥老兄，未经你允许，我就闯入你的堂中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，我刚才看见东郎鬼鬼祟祟的走了，应该是他带您来的吧？对。吉祥老兄，你这是？啊，南州冬寒，虽不比北方，但是却阴冷阴冷的。我提前做了几件御寒的衣服。好，看吉祥老兄一表人才，又听人说也是酷爱读书之人，那为何不在外面谋个差事，非要像闲云野鹤一般住在这文庙呢？一言难尽啊，人生不如意，十有八九。我能谋到这份杂役的差事糊口，已算幸运。哎，上官今日来，有何吩咐？啊，跟你打听一下前不久的一件事。那天下雨，青红来了，独孤侠叔说，我怕，如果追着去东堂后，会看到不堪的情景。独孤举子是这么说的？怎么，他撒谎了？不是撒谎，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！那日是青红来，发现了二位举子的秘密。秘密？这事儿也怪我，上次犹豫再三，没对苏司马说破，完全是想给二位举子留些脸面。可这事儿人命关天，哎呀，这几日我一直很后悔。可否再来一碗米汤？我叫你吃！你打我干什么？除了你做下的好事，我还能因为什么打你？伦令风，你为什么打他呀？见到吉祥了？见到了。你眼前的这个人，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，嘴里说的太在乎的那个他，根本不是青红，而是刘有秋。啊，这话我怎么没听懂啊？那天根本没有下雨，更不存在青红和刘有秋共处一伞之事。不是独孤侠书撞见青红和刘有秋暧昧，而是青红发现刘有秋和独孤侠书的。还是被人知道了。你自己什么？哎！你独孤侠书，刚才卢参军说的，还是被人知道了，还是被人知道了。师傅，喝口茶吧。他畏罪自杀，我何错之有？苏明，你是南州司马，督察司法，你说什么我洗耳恭听便是。你说的那种事，他做不出来。他已经承认了，亲口说，还是被人知道了。即便如此，也是被你吓的。我说的若非实情，他为何不反驳，反而要自杀？中郎将被逐出长安之时，为何不反驳？心灰意冷之际，难道没有想过要自杀吗？你，喜君，你这话过了啊！喜君的话虽然伤人，却不无道理啊。罗凌风，你消消气儿，耐心的听喜君说完，好不好？
那日我听独孤侠书讲了6个时辰，确实感觉到他有所隐瞒，但他对青红用情至深，不会错。他最在乎的一定是青红，不会是别人，更不可能是男人。卢凌风，我觉得你所说的激情不会存在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。独孤侠书个性软弱，又极爱脸面，此行为并不能代表他认罪。喜君的话，你大可不以为然，但我们是不是应该仔细想一想，此案至今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什么细节，以至于……要不这样，咱们品着茶，冥想半个时辰。薛欢，给你师父倒茶。为什么不让我死？啊？让我死！我要去见青红，见刘有求，我要把一切都问个明白。死了就什么都明白不了了。说实话，死可比活着容易多了。我老费年轻的时候，那经历的不比你少。听我一句劝啊，再难也得活着。苏司马，卢参军。苏司马，卢参军，何事惊慌？不是独孤侠书咽气儿了？不是，您看这个，这是林州来的协查回函。10年前，林州曾有一飞贼，名唤凌剑，在当地犯下命案多起，盗窃无数，甚至包括州库。此人善使钢针暗器，每发必置人于死地。10年前消失，至今再无消息。难道这个凌剑来南州了？哦，还有一个消息是我在来的路上得知的，刘有求老父在入夜之后自焚而死。自焚？对，应该是哀思刘有求悲伤太过，我已经派人过去了。着火后，司令得力，火势才没蔓延，但人还是给烧死了。人是死后才被焚烧的，死后被烧，仵作还没有到。如果他们仔细查验，不难发现，活着的时候遇到大火，惊逃中，火场的烟灰就会吸入鼻腔，而刘有求的父亲，鼻腔里并没有烟灰，口腔里也没有，这说明他是先被人杀了，然后才点了这房子。凶犯着实残忍。此案与前案恐有牵连。卢参军觉得呢？刚才冥想时，我觉得我也想到了自己的疏忽。跟我来。吉祥见过苏司马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昨日被卢参军一语点醒，想到一个更大的地方，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，去做一些该做的事。我已近不惑之年，还不算晚吧？哦，是这样啊。
其实那日我见你喜好读书，便很欣赏你。如果你真的心存志向，可否暂留时，我好向上保举你，或许你就可以直接去刺史府做事。多谢苏司马的欣赏。我确实有入仕途的想法，只是不想依靠别人。毕竟我自入文庙以来，一直苦读，也想试试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好吧，那就祝你前程似锦。谢苏司马。去吧。站住！劫道！劫我？我有什么好劫的？现在没下雨，你却撑着伞，必是心怀鬼胎。阁下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却说我晴天打伞。我欲抢劫，必然要隐藏自己的身份。你呢，必是用伞遮挡身上的金银财宝，速速交出来，免得我动手。我一介书生，哪有什么金银财宝？书生，这身打扮就冒充书生，我看你更像个江洋大盗。阁下可是故人？非也，就是不信你是个书生。我前半辈子身在草莽，后半辈子欲登庙堂，不行吗？既如此，就备受人生不得已的滕王阁序来。错一个字，我就多砍你一刀。滕王阁序，好文章。只可惜我没有功夫，但既然你想听，我倒可以背上一段。这也是我最喜欢的。嗟乎！时运不齐，命途多舛。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。居贾谊于长沙，非无圣主；窜梁鸿于海曲，岂乏明时。所赖君子见机，达人之命。老当益壮，宁以白首之心。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着贪权而绝爽，处和者亦犹欢。北海虽赊，扶摇可接；东隅已逝，桑榆非晚。孟尝高洁，空余报国之情；阮籍猖狂，岂效穷途之哭。我三尺为命，一介书生，无路请缨，等中军之弱冠，有怀投笔，穆宗悫之朝风。接枪！跟我使暗器！到！
急什么？你的文采不错，滕王阁序接着背啊，我还没听够呢。卢参军毫无疑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是你带来的帮手，我必取其狗命。岳多飞，坐起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我说了，你不要过来吧！我是该叫你吉祥呢，还是该叫你灵剑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已在灵州消失了10年，为何又跑到南州来犯案，而且一下子害死了3个人？有何证据？这个人曾经是金吾卫的中郎将，以他的武艺，擒你还用费那么多周折，不过是要逼你当众使用暗器。经2次验尸并比对钢针，青红就是被你的暗器所害。杀一人就是死罪，你还有必要隐瞒杀害刘氏父子的罪行吗？想瞒也瞒不住。这是从你的包袱中搜出来的，刘有球的父亲写给京城世交的书信。这书信为刘有球铺平了进士之路。这应该是你纵火前在刘宅盗取的吧？你一个爱读书的杂役，一个梦想成为进士的大盗，还真想去长安走一遭？恨只恨你跟姓卢的到了南州，阻断我奔往京城的仕途。闭嘴！若是你这等贼人都能做得了官，岂不是我大唐的耻辱？可我想不明白的是，我到底是哪里漏了破绽？你打野鸡的手段。我认了。我本贺县人，从小便是孤儿。蒙师傅收留传授武艺和暗器之术，后师傅死于江湖之乱。我报仇后飘荡陆林，为躲避追杀，逃到林州的寺院更名灵剑。只是我不甘寂寞，做起了飞天大盗。这种白天和黑夜截然相反的人生，带给我非同寻常的刺激。可到了而立之年，我便觉得一切都乏味而无趣。故金盆洗手，来到南州，捐资建了那座文庙。你说什么？文庙的捐建人是你？很奇怪吗？文庙建好后，我便以杂役身份在庙里住下。南州虽有读书人，可来拜文庙的，一年也没几个，大多都是上了香就走，我岂不落了个清净？没想到，3年前，把东西放下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是。先生，您这是？请称呼我独孤举人。吉祥，拜见独孤举人。我要在这里苦读备考，帮我挑选房间吧。这钱你拿着，往后我的1日3餐就靠你了。文庙是供孔夫子的地方，书生借住读书，叫我着实无法拒绝。
就只好编了文庙闹鬼的谎话，想把他吓走。季夏，你不是说庙里有鬼吗？鬼呢？哎呀，该不会是女鬼吧？我都等她半个月了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啊，独孤举人自带正气，把他给吓跑了。你说这庙里闹鬼，是因为你虽住夫子庙，心中啊却无父子。此话怎讲？先贤曰：“子不语，怪力乱神。”你呀，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，不要再信什么妖鬼之说了。拿去看。从那以后，我经常找独孤侠书借书，渐渐的竟喜欢上了读书。驻守以窥周室，又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。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，当是时也。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之，修守战之具，外连横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对呀对呀，瞧我这脑子！哎，你的脑子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当年读过《秦论》的时候，比你年少，都没有你记得快。君实乃天才。我这负案多起的大盗，竟被独孤侠书夸了个“君实乃天才”，高兴的我3日3夜合不拢眼。甚至就是从那时起，我的内心深处萌生了一个念头：别人可以读书应试，我如何不能去京城求取功名啊？独孤侠书两事不周，那是他天资不够。我吉祥若苦读几载，奔赴长安，必一击而成。那样，我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将泾渭分明。这种截然不同的人生，岂不比我当年日僧夜道更为刺激？所以你这个大盗，在夫子庙里开始了奋发读书，直到有一日，请问，独孤举子可住这儿？啊，在。您是？我是他娘子。原来是独孤家娘子啊！举子正在祠堂读书，您快请进。哎，你是吉祥？啊，他与我说起过你，在这儿承蒙你的照顾。给，赏你的。我真没有想到，独孤有这样一位妻子，更想不明白的是，既家有娇妻，他又怎么能狠下心来到庙里读书？见色起意？非也，我只是内心深处偶起欲念而已。当年杀人越货、劫掠美色的日子，实在离我太远了，遥远的像前生一样。后来，庙里又住进一个人。我错了，站住！看我不打死你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给我站住！不行，你这个逆子！不行，我错了，不打你个不孝子！我这都来文庙了，您就别再打我了。来了就行了嘛，你得寒窗苦读，用心念书才是啊。你们这是？你是打扫文庙的？啊，是。我儿刘有求，
来此读书，短则3、5载，长则10年呐。用不着，我在这儿读上几个月，来年春天保证金榜题名。混账东西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看我说错做错，你别说的话，闭嘴！站住！夫子庙内不得动粗。这位贤兄，几个月可是考不上功名的。兄台也是在这读书吗？是啊，我已经来了2年了。怎么称呼？在下独孤侠书。小弟刘有求，拜见兄长。那刘有求就是个花花公子，常偷偷离开文庙出去寻花问柳。独孤侠书却浑然不知，直到有一日，吉祥，吉祥，吉祥。橘子，你有何吩咐啊？你看，可否送我出去一趟？啊？这天马上就要黑了，路上荒凉，我一个人害怕。可我又跟别人有约，我要是不去，岂不是负了人家的心啊？哎，算我求求你了啊！橘子，我多说一句啊，你这读书不专心，可是考不上功名。专心有个屁用！我老爹的故交才有用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许世伯已经回信，来年保我中进士。哎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心思读书了，因为我再用功，也考不过刘有求这样的败类。哎，您是？哦，我是独孤家娘子。哦，原来是嫂夫人啊！哎，来，快跟我去东堂喝茶。哎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见色起意的是刘有求。有一日下雨，刘有求算到青红回来，便把独孤侠书支出去买蜡烛。好香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青红好香啊！嫂夫人，让我抱抱吧。你放肆！外面雨这么大，就算我本来胆子小，但是我现在也想放肆一下。放开！这些独孤说他也亲眼所见，只是情境略有不同。他哪见过？都是我讲给他听的。你讲他就信？师傅除了暗器，还教了我一项绝活，那就是用毒使迷。哦，这钢针上用的是毒，对独孤，你用的是迷。难怪独孤精神恍惚，睡眠极差，以致错乱。他甚至分不清哪些是听来的，哪些是梦里的，哪些又是真实发生的。原来是被你的迷香所害。他点拨过你读书，对你也算是有恩，你何至于此？没办法，我喜欢上了青红。自从我见到他第一面，我这沉寂了多年的心又乱了。我就想要青红，她贤惠又美丽。他日我若高中榜首，只有她配得上我的状元夫人。所以我得先得到她，只有这样，她才能对我言听计从，才能陪我去长安应试，才能和我一起开始完美的后半生。所以我做了一个局。你利用了刘有求，必须让青红对独孤侠书彻底失望，我才有机会。所以你就编造出二位橘子有断袖之癖，故意让青红知道。对啊，那刘有求也对青红垂涎，居然相信这种办法能让青红对独孤侠书失望，而委身于他。
我都看见了，他们简直就是畜生。那日我对青红百般殷勤，最关键的还是在他心生绝望时趁虚而入。当然，也用了少许的迷香。总之，他让我坚定了信念，我要和他一起开始我波澜壮阔的后半生。既如此，你为何要杀了青红？那是因为我杀刘有秋，被青红看见了。我一直有意无意的在独孤侠叔耳边唠叨，让他相信刘有秋和青红有染。那日独孤侠叔回家，我料他一定会甩给青红一纸休书。我想时机到了，先杀了刘有秋，再去刘家盗取书信，然后带着青红远走高飞。可我没想到，我就是顺手甩出钢针，我发誓不是故意的，我根本没看清那是谁。青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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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是你呀？青红！青红虽然死了，但你的计划并没有结束。那当然了，以我的天资，再拿到刘父的那封信，何愁考不中进士？独孤侠叔早已神志不清，又在怀疑刘有秋和青红的奸情，被认定为凶手，顺理成章。我本来没有怀疑独孤侠叔，可他的邻居那位老者耳朵有问题，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。那你看见他杀人了？没有。可是我听见他夜半磨刀了。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，我虽然耳朵背，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在磨刀。为了解除心中疑虑，我昨日又去了一趟独孤侠叔的家。哎，长官，你又来了。最近这附近是不是又有谁家媳妇儿被他男人给杀了？老人家何出此言啊？昨晚、前晚，我连着2个晚上，又听到有人在磨刀，那刀磨的呀，让人心惊啊！其实本来你们是抓不到我的，都怪我运气不好，藏在文庙的宝物被东郎发现了，以至于我想去长安，不得不去独孤家搞盘缠。独孤家有祖传银锭，且埋在米缸之下，是那一日青红告诉你的吧？对啊，青红对我情深，不然他怎么会把7块银锭之事告诉我？而我却失手杀了他。别自作多情了，你若不是用了迷香，青红怎么可能委身于你？告诉你吧，青红早就后悔了，他已将7块银锭中的6块刨出，另换了地方。就算那晚你没碰到我，你也得不到独孤家祖传的银锭。独孤也没有休掉青红，
二人重归于好了。我想青红深夜前往文庙，是想跟你说清楚以后不再来往，更要断绝不该发生的一切。谁知正目睹你行凶，才惨遭毒手。不可能！独孤侠叔就是个呆子，青红不可能对他死心塌地，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的。他的心里只有我的心里只有他。你别糊弄我！不可能！你也配是个人？口口声声说心里有青红，为了让独孤侠叔替你顶罪，竟亲手在青红的脖子上砍了好几刀，真是穷凶极恶。好在天网恢恢。